我妈高龄生下儿子后，立马叫我滚，家产都是你弟的。我笑死，这个家的所有财产都在我名下，他们才是寄人篱下。后来他们又道德绑架我，要求我必须照顾弟弟。我呵呵，谁生的谁养。好看的高质量女频完结文，一口气看完。舅舅的忌日到了，我回乡下祭拜舅舅，却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婴儿。我妈说这是你弟弟，我大感意外。我22岁了，我妈还拼了个2胎。不过这是他们的自由，也是他们的权利，我不干涉，只要不扰乱我的生活就行。晚上我准备睡觉，我妈说蓉蓉别关门，我一会儿跟你说点事。我答应了，把门虚掩着，躺在床上刷手机。过了很久，我困得昏昏欲睡时，门开了。我闭着眼睛问妈，你要跟我说什么事？没有回答，只是门关上了。我疑惑地睁开眼睛，看见了一个30多岁的陌生男人。我猛然坐起来，警惕地问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叫李有田，是你的未婚夫。什么未婚夫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妈叫我来的。眼看着男人到了床边，我迅速从另一边下床，隔着床我吼道，出去。他说，你妈叫我来向你求婚。我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扑通，他双膝跪下，苏蓉，我很喜欢你，请你嫁给我。我指着门吼，我不同意，你出去。他讪笑着说，你爸妈都同意，你妈还说我们今天晚上必须洞房。他起身向我扑来，我抓起保温杯狠狠砸在他脸上。嗷，他一声惨叫。我拔腿跑出去，用力拍爸妈的门，妈，我屋里为什么有个男人？我妈打开门说，是啊，是我叫李有田来的，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，跟你很相配。我愤怒极了，谁叫你把他弄到我房里来的？我如果睡着了，今天岂不是被他糟蹋了？我爸不悦地说，你喊什么喊？你妈不也是为你好？你读书读傻了，连孝道都不懂了，还冲你妈嚷嚷，滚去睡觉。李有田也跟了出来，伸手拉我，苏蓉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滚！我一脚踹向他腿间，他吓得连退几步。我妈骂我，你干什么呀？有田是客人，有你这么对客人的吗？没礼貌的东西！我拿起手机，再不滚，我报派出所去。我妈给李有田递了个眼色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给蓉蓉做思想工作。我才不想被他洗脑，愤怒地说，你少惹我，我疯起来六亲不认。我转身进屋，反锁了房门。我妈又敲门又骂，我都不理会。我趴在床上，想哭却哭不出来，只觉得心寒至极。他们居然把一个陌生男人弄进我的房间里，这是亲爹亲妈能做出来的事吗？我后悔，我就不该在家里过夜。下午祭拜完舅舅，我去看了舅母。天色有些晚了，我妈打电话叫我回来一起吃个饭，明天再走。她还说要跟我谈点事情，没想到她所谓的谈事情就是算计我。我几乎一夜未睡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背着包准备离开，但我拉开门，我妈堵在门口，蓉蓉，你今天不能走。我冷笑，凭你也想拦住我？我爸冲过来，指着我骂道，你不嫁给李有田，休想离开。我强行要冲出去，他俩把我往屋里推，正拉扯间，姑妈和表姐来了，赶紧把我们分开。姑妈问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打起来了？我妈说，蓉蓉都22岁了，婚事还没有着落，我把李有田叫来跟他相亲，他却把人赶跑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姑妈说，李有田年龄太大了，又憨头憨脑的，哪里配得上蓉蓉？我认识一个小伙子，比蓉蓉大3岁，彩礼给30万，其他的也全包，结婚不用你们出1分钱。我爸说，这个也行，苏蓉去见见。我说不见。我妈强势地说，必须见，你早点嫁人，把你的房间给你弟腾出来，那么多房间，凭什么要腾我的？我爸瞪着我吼，叫你腾你就腾，所有家产都是你弟弟的，你别想跟他争。我好笑，你怎么就认为是我跟他争，而不是他在跟我争？他是儿子，儿子怎么了？你家有皇位要继承，儿子就是传宗接代的，女娃有什么用？只能给别人家生孩子，我转身要走，不见。不料我妈一把将我肩膀上的挎包抢走，你的婚事不定下来，你别想离开。我的证件和手机都在挎包里，我自然得拿回来，不然连动车和地铁都坐不了。我跟我妈抢挎包，我爸和姑妈都来帮忙，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。我爸还大骂我，表姐也劝我，蓉蓉就见见吧，成了更好，不成你再走也不迟啊。一边说，他一边给我递眼色。我怀疑我爸妈有什么阴谋，表姐好像知道内幕，但她现在不方便告诉我，所以神神秘秘的。我决定留下来，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反正他们抢了我的包，我暂时也走不了。姑妈打了个电话，1个小时后，一辆保时捷开到了我们院坝里。从车上下来的小伙子25岁左右，长相不差，衣服也有品位，看起来确实有钱，当然也可能是伪装的，毕竟现在租车很容易。姑妈说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月薪2万块以上，然后问我们双方有没有什么意见。男人说，我没有意见，你们的一切条件我都答应。我妈说，彩礼有点少，怎么着也要50万吧，我们把女儿养这么大，又培养她读了大学，花费了不少心血。我好笑地看了我妈一眼，这话她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这么多年他们夫妻俩各自在外逍遥，压根没管过我好吗？但我不说话，哪怕他要100万彩礼，我不嫁他也得不到1分钱。小伙子点头，没问题，倒是财大气粗。我说我不嫁，我妈马上跳起来，你凭什么不嫁？50万彩礼呀！我冷冷地说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把你养大，你出嫁不该给我们挣一笔彩礼钱回来吗？我问他，你怎么养的？为了保持身材，你连奶水都舍不得喂我一口。我8岁，你们离婚不见了人影。我17岁，你们回来都不认识我了，还好意思说你们把我养大？你们是托快递送西北风给我喝，把我养大的吗？我爸指着我骂，你是不是从你妈肚子里爬出来的？没有我播种，你妈孕胎，能有你？爹妈的生恩大如天，你拿一辈子也还不清。我反问他，那你给爷爷奶奶还了多少恩？
我妈给姥爷姥姥还了多少恩？老子轮得到你指责，她想对我动手。我抓起烟灰缸，你敢打我试试？姑妈抢走烟灰缸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打骂父母，这是大不孝。我看向那个小伙子，你看看我们这家人，你敢娶我吗？娶了我，你这一辈子都不得安宁。他客气的点头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爸妈和姑妈全追出去了。表姐这时候跟我说，蓉蓉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男人看着条件挺好，却跑到乡下来相亲，还舍得花高价彩礼？我问为什么，他凑在我耳边说，因为他那方面有问题，不能生孩子。我眼睛瞪大，那姑妈还介绍给我，是舅舅和舅母要求的，他们说你如果有孩子，会跟你弟弟争家产，让你嫁给一个不能生孩子的男人，你没有孩子争家产不说，你以后的财产也要留给你弟弟继承。原来这就是内幕，这就是我爸妈的阴谋，他们算得真精啊！我气了一会儿，问李有田那方面也有问题吗？是的，舅母说他是什么无精症。那3个人回来了，表姐紧张地说，你千万别跟他们吵，不然他们就知道是我说的了。我姑妈也是个重男轻女的，她本来想生2个儿子，没想到2胎是女儿，她因此对表姐很不待见。如果姑妈知道是表姐给我漏了风，会把她骂死。爸妈进门就骂我，仿佛我赶跑了财神爷。姑妈说没事没事，我这里还有一个，我已经打电话了，马上就到。我的挎包被我妈拿在手里，我要寻机拿到包才能离开。没多久，伴随着突突突的声音，一辆农用3轮车开过来停下，车上跳下来的男人有40多岁，腿有点瘸，脑袋是偏的，说话也不利索。这一次他们直接把我撇开，几个人热热闹闹的商量彩礼婚礼，没有人问我同不同意。表姐悄悄告诉我，这个人那方面也有问题，他家里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妈，他娶老婆就是为了照顾他妈，所以声称可以给30万彩礼。我笑了，我这对父母绞尽了脑汁要把我推进火坑里，为了让我挣彩礼，为了给他们的儿子争家产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我妈一边聊天一边打开我的包，把1000多块现钱抓出来往她裤包里塞。我每次回乡下都要取一些现钱带着，因为乡下有时候用手机付款不方便，这钱我可以给她，但她不问自取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屋里孩子睡醒了，哇哇哭起来。我妈匆匆忙忙起身，把挎包往我爸身上一丢就跑了。我爸接了个空，包掉在地上，包里的东西噼里啪啦倒了出来。我冲过去抢手机，我爸一脚踹在我腿上，我摔倒了，眼睁睁看着他抓走了手机。一张纸飘到姑妈脚边，她捡起来打开念道，孕检报告单。苏蓉，你怀上孩子了。我没想到她会看到这个，索性点头，对，3个月了。看着几个人呆愣的表情，我觉得有意思极了。他们希望我绝后，却万万没想到我已经怀上了。片刻后，我爸大怒，他一巴掌扇过来，不要脸的死妮子，你怀了谁的野种？我刚站起来，被打了个猝不及防，脸火辣辣的疼。他第2个巴掌又来了，那男人忙拦住，别打别打，我不嫌弃，我一定会把他的孩子当成我亲生的。不行，我爸怒喝道，我绝不允许这个野种生下来，必须打掉。我看着他问，你为什么害怕我怀上孩子？你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还有理了？你凭什么说他来历不明？我结了婚的。几个人都愣住了。我妈说，撒谎，你刚大学毕业，结什么婚？我抓过包，从夹层里拿出红本本，啪，我用力拍在桌子上，我的孩子合理合法。几个人看着结婚证3个大字，傻了眼。瘸子愤怒了，你都结婚了，还相什么亲？我说，我没答应跟你相亲，是他们叫你来的，你走吧。他骂骂咧咧的开着3轮车走了。姑妈伸手拿结婚证，苏蓉，你什么时候领的证？我手疾眼快抓回来装进包里，2年前。姑妈拿了个空，又问，2年前你刚满20岁，还在读大2，怎么可能结婚？结婚证都领了，还能有假？我把证件一股脑儿塞进包里。我爸指着我吼，假的。苏蓉，你别以为买个假证就能逃避嫁人，你去民政局查吧。我转身就走，有了其他证件，手机我可以不要。我爸一把抓住我，你必须把这个野种打掉。我忍无可忍，盯着他问，你是我孩子的姥爷，你口口声声骂自己的外孙是野种，那请问你是什么种？他顿时暴怒，拿起烟灰缸砸在我头上，砰，我的头一疼，倒了下去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突突突突，我被摇醒了，头很疼，背上和腿上似乎被重物压着。昏昏沉沉中，我听见姑妈骂，你以后别打他的头，万一打出好歹。我爸恨恨地说，死了更好。你是啥？他给你挣几10万彩礼不香吗？你把他打死了，还得贴几万丧葬费。我妈也骂，你想他死也别亲自动手啊，死在家里不会气吗？嫁给别人，婆家人打死了也不关我们的事。我的这些亲人啊，对我还真是没有半分亲情。我想挣扎着起来，身上反而更沉。他醒了，我妈说用力，别让他挣脱。我才发现我在我爸的农用3轮车上，我妈坐在我背上，姑妈坐在我腿上，我被压得死死的，无法动弹。3轮车突突突过了很久，停下了，他们把我拖下车，我摔倒了，我的腿被姑妈坐麻了，完全没有知觉。我爸和姑妈抓着我的胳膊，直接把我往妇产科拖，我的鞋子都被脱掉了。有病人和家属好奇的围观，我大喊救命，帮我报警。我妈的声音更大，哎呀，我这女儿不学好，在学校里跟人乱搞，未婚先孕，还殴打父母，气死我了。我被所有人指指点点，他们想败坏我的名声，为把我赶出家门做铺垫。我以为可以向医生求助，不料妇产科医生是姑妈的亲家母。姑妈说，这孩子精神错乱了，到处乱跑，被坏人玷污，怀了孩子，我们担心胎儿染上什么病，所以带他来打胎。我竭力说明我的精神没有问题，我也有结婚证。我妈说她还有一症，幻想她结过婚，又幻想我们要害她，把自己的头都撞伤了。
医生对我说，你的爸爸妈妈和姑妈总不会害你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跟你最亲的亲人。因为我挣扎得太厉害，医生直接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，我的身体顿时软绵绵的。我妈说，快把他弄到手术室去，赶紧把孩子拿掉。我想挣扎，想反抗，想喊叫，但完全动不了。我被抬到手术台上，医生拿出的仪器叮叮当当响，紧接着我腿上传来仪器冰冷的触感，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有无数画面在脑海里闪现。一个婴儿被男人啪啪的扇巴掌，伴随着恶狠狠的骂声，你还哭？还哭？你个赔钱货，还好意思哭？老子打死你！你干什么呀？一个12、13岁的孩子冲过来，将男人狠狠推开。大孩子抱起婴儿，看着红肿的小脸，心疼的掉眼泪。画面变了，一个女人出现，把婴儿的腿抓着，倒提起来，啪啪的打屁股。孩子没有发出声音。又是那个大孩子冲过来，抢过婴儿抱在怀里，看见孩子的脸涨得通红。他拍了好一会儿，婴儿才哇的哭出声来。画面再转，2、3岁的孩子饿得哇哇哭。屋里的4个大人在打麻将，没人理孩子。男人输了钱，过来一脚把孩子踹翻，我叫你豪桑，害老子输钱。15、16岁的少年背着书包匆匆跑进来，把男人推开，抱起孩子哄着。孩子说饿，喝奶奶。大孩子赶紧给孩子冲奶粉喂，再给他熬粥。这些画面既熟悉又陌生，好像是幻觉，又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，但被我忘记了。砰！一声巨响，我的意识回笼，门被重重撞开。住手！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，厉声喝道：谁允许你们动苏荣的孩子？滚出去！一件衣服飞过来，搭在我身上，我心里一松，失去了知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被吵闹声惊醒，睁开眼睛，看见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病房门口，我爸妈想冲进来，被一个高大的男人拦着。爸妈的声音很大，吵得我脑仁疼。有护士进来检查我的情况，我借他的手机报了警。镇派出所就在医院对面，警察来的还算快。他们把我爸、我妈、姑妈和那个妇产科医生全带走了。我又告诉护士，请你们院长来一下，我要投诉一个医生。护士出去了，门口守护我的男人进来说，嫂子，我姓罗，是老郭叫我来的，他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罗大哥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院长进来了，我投诉了那位妇产科医生。我说，如果你们不处理他，我就打市长热线反映。院长承诺会严肃处理。镇静剂的药效还没有过，我身上软绵绵的，没有力气。不久又昏睡了过去。我再次被吵醒，说我姥爷来了，他倚老卖老，强势要进来。罗大哥看他80多岁了，也不敢拦，只能陪着笑脸在旁边劝。我姥爷完全不理他，来到床边指着我大骂，苏荣，你个天打雷劈的不孝女，竟然报警抓你妈，马上把她放出来。病房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，放什么？想害死我孩子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我老公郭进来了，老爷骂，你孩子死了吗？没死报什么警？我气急反笑，哈哈，我们没死也不会死，伤害过我的人还没有得到报应，我怎么会死？等着吧，他们受罪的日子还在后面。老爷暴怒，你还要怎样？有本事把你妈杀了。郭靖接过来，杀他会脏了我们的手，国有国法，他该承担什么责任？警方会判罚。老爷怒气冲冲地走了。郭靖来到我身边，说还好老罗来得及时，我们在老家安装了监控。我每次一个人回乡下，郭靖都不放心，但他出差了，又没办法陪我回来祭拜舅舅，只能有空就看看监控。今天他看监控的时候，见家里只有我表姐抱着我弟弟，他马上回看监控，才知道我和孩子有危险，赶紧叫他的战友罗大哥来救我。罗大哥就在我们小镇上，所以来得很及时。苏荣，我妈又闯了进来，你竟然报警抓我，我打死你个不孝女。姑妈和妇产科医生也进来了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。在乡镇上，没有伤残和出人命都是小事，连拘留都够不上。他们3个没有实质性伤害到我肚子里的孩子，警方只能口头批评教育一通就得放人，所以现在来找我的麻烦了。我妈还没冲到我床边，就被郭靖抓住了手腕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手要断了。他喊叫着说，你谁啊？放开我。郭靖说，我是苏荣的老公，你再动我老婆一下试试。他重重一推，我妈连连后退，我姑妈扶了一把，她才站稳。她看着我老公，眼神有点怯，又外强中干的指着我说，苏荣，你马上把你爸放出来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反倒养了头白眼狼，报警抓自己的亲爹妈。我爸用烟灰缸砸我的头，是可以被拘留的，所以他没有放出来。我老公冷笑了一声，你们养他，你们是后悔没有把他虐待死吧？我妈大怒，指着他骂，你是哪里来的野狗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我火冒三丈，按铃喊来护士，把这个泼妇赶出去，护士叫来保安，把我妈赶了出去。但不一会儿，他又带着派出所的警员进来，指着我老公说，这个骗子拐骗了我女儿，还导致我女儿怀孕了。警员查问我老公，把结婚证递过去。我妈说，结婚证肯定是假的，他比我女儿大那么多，我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他？警员调查之后确认结婚证是真的，我老公也没有对我骗婚。我妈无话可说，只能悻悻地离开。没多久，妇产科医生进来，怒气冲冲地说，苏荣，你马上撤销对我的投诉，你结婚的事我又不知道，是你妈和你姑妈让我给你做手术的，你不能害我被停职啊。我反问他，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结婚了？有没有告诉你我的精神没有问题？你要拿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凭什么相信他们不相信我？我老公说，你身为医生，没有得到孩子父母的同意就敢拿掉孩子，连基本的医德都没有，还当什么医生？他自知理亏，恨恨地骂，都怪你们家那2个女人坑死我了。我讥讽地笑了笑，这3个女人必然会有一场大吵。我对郭靖说，我们回去吧。他摇头，不行，医生说胎儿有点受惊，需要住院观察一下。我想到在3轮车上一路颠簸，胎儿必然会受惊，也不敢乱动了。第2天，我的病房里涌进来了一群人。
姑妈姑父、爷爷奶奶、伯父伯母，他们可不是来慰问我的，而是来劝说我原谅我爸。我爷爷说，没有你爸哪来的你？生恩大于天，你报警抓他就是大逆不道。我说，只生不养，不如不生。伯伯说，你8岁，他们才离的婚，总还养了你8年吧？我冷笑，不是养了我8年，是打骂了我8年。因为是女孩，从生下来，我爸就不喜欢我，打骂是家常便饭。我妈也拿我出气，不给我喂奶。是我舅舅用奶粉喂我，把我一点点养大。舅舅只比我大13岁，却拿我像亲闺女一样照顾。但他还要上学，只要他去了学校，我就会被爸妈轮流打骂。为此，舅舅没少跟我爸妈吵架。我5岁那年，18岁的舅舅当兵入伍了。他临走前对我姥姥千叮咛万嘱咐，求他帮忙照顾我。我姥姥当时答应得很干脆，其实根本不管我。所以我受苦受难的日子真正降临了。我经常被爸妈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我爸下手特别狠，拿着什么直接砸过来。我被打得不敢着家，跑到村口哭着喊舅舅。邻居看我可怜，给我吃口饭吃。我每次逃出来，就这样东一家西一家的蹭饭吃。我8岁那年，爸妈离了婚，他们都不要我，把我扔给了姥姥。姥姥姥爷重男轻女，打小就不喜欢我。我饱一顿饥一顿，有时靠好心的邻居给我吃点东西。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。虽然在姥姥家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但我倒觉得比跟着自己的爸妈还好一点，因为他们上了年纪，打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。我12岁那年，舅舅退伍回来了，他给我买衣服、买书包，也做我喜欢吃的饭，我的生活才算有了保障。有舅舅照顾我的那几年，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我刻意忘记小时候被父母虐待的经历，因为舅舅告诉我，忘掉不好的东西，快快乐乐的往前看，过好后面的生活。舅舅的关爱温暖了我的心，也可能是小孩子心大，我真的慢慢忘记了小时候的痛苦。但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。我高2那年暑假，舅舅从河里就起了3个落水儿童，他自己却筋疲力尽，从水面上消失了。等找到舅舅时，他的身体已经冰冷，再也没能醒来。我哭得撕心裂肺，双眼红肿。舅舅是我心里唯一的亲人，他没了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姥姥一边哭一边骂我是灾星，说我命硬，克死了舅舅。他还说我爸妈离婚也是被我克的。我舅舅过世后，我爸妈突然回来了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想通了，回来直接复了婚。我妈对我说，是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心里呵呵，我小时候都没有给我一个家，我17岁了，他们想起要给我一个家了。刚复婚的时候，他俩好的如胶似漆，但我跟他们亲近不起来。我每天思念舅舅，半夜睡不着，跑到舅舅的坟前哭。有一天，我妈跟来陪着我哭，她哭着向我道歉，说蓉蓉，爸妈也是第一次当父母，那时候年轻，不懂怎么教育孩子。现在我们成熟了，才知道以前那样对你是错的，以后我们会改正，也像舅舅一样爱你。我对她的话并不相信，虽然他们那段时间对我确实不错。我妈给我煮饭，我爸给我交学费、生活费。周末，他俩一起骑着农用3辆车来学校接我，很拉风，很搞笑。同学们却没人嘲笑我，还纷纷搭我们的3轮车回家。周末，一家3口一起吃饭，一起赶集，给我买衣服和学习用品。渐渐的，我确实有了家的感觉，有爸妈陪着我，也安抚了我失去舅舅的伤心。那一年，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成熟了，懂事了，要好好给我一个家了。但在我高考的前一天，家里又发生了变故。那天下午，我把一些日常用品带回家里，刚进屋，我爸就掐着我的脖子，把我用力按跪下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闻到我爸满身酒气，不知道他喝了多少酒。当我被按跪下的时候，那些被我刻意忘掉的恐怖的记忆一瞬间窜入了脑海。我小时候，我爸脾气一发作，就抓住我的头发，把我重重甩出去。我刚爬起来，他就掐住我的脖子，把我按跪下，然后扇巴掌、踢肚子、踹腿，用凳子砸我的背。那天也一样，这一套组合拳连顺序都没有变。但我18岁了，不是8岁以前只能逆来顺受的那个小孩了，所以我拼命反抗，抓着什么都往他身上砸。可我到底是女孩，哪里打得过他？我越反抗，他打得越狠，一边打一边喊我妈的名字，骂得很难听。最后，他将我的头狠狠往墙上一撞，咚的一声，我昏迷了。等我醒来，已经是次日早上了。我居然没死，也算是奇迹。我爸不见了。我想过报案，想把他送进监狱，把小时候的仇都报了。可报案，等警察来做笔录，得耽误几个小时，那我就会错过高考。舅舅跟我说，要好好读书，一定要考上大学。我也想读大学，所以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件小事上。我洗掉脸上的血污，饿着肚子赶去考场。高考那2天，别的考生有1个或者几个家常接送，我独来独往，还瘸着腿，鼻青脸肿。从那以后，又没人管我了。我靠好心人资助上大学，自己打工赚生活费。就这样，他们还好意思说我爸妈养了我8年。奶奶说，打是心疼，骂是爱。如果你爸真的不喜欢你，你也不会这么顺利就长大了。我回答，那是我命大，而且我有个好舅舅，不是舅舅照顾我、保护我，也许我活不到5岁就没了。姑父骂，油盐不进的东西，你还是大学生，礼义廉耻懂不懂？孝敬父母，尊敬长辈懂不懂？老师没有教你仁义孝道吗？我说，老师教我要父慈子孝。我那父亲慈祥吗？他又不是好人，我为什么要孝顺他？爷爷爆粗口，读10几年的书，读到牛屁眼里去了，浪费钱。我好笑，别仗着是我的长辈就对我指手画脚。那些年你儿子媳妇打得我伤痕累累的时候，你们管过吗？我被他们抛弃，无家可归，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现在来道德绑架我，哪里来的脸？我爷爷奶奶、大伯和姑妈都跟我们一个村，姥姥姥爷家在邻村，亲戚间距离都很近。爸妈离婚，爷爷奶奶首先拒绝照顾我。我们这个地方普遍重男轻女，我爸这个家族尤其严重。
他们是女儿如洪水猛兽，生下来就全家嫌弃。等到家里的男人要娶妻的时候，又抱怨女方彩礼高。我姥姥那边也重男轻女，但我舅舅不，他是这2个家族里唯一的例外。我姥姥肯收留我，也是因为舅舅打电话求她的。平时我跟爷爷奶奶是什么关系呢？就像村里其他的熟人一样，在路上碰见了，我喊一声爷爷奶奶，他们答应了，就各自走了。我如果不喊，他们会追着骂我没教养。更可气的是，有一次他们追到我姥姥家，骂我舅舅在我面前说他们的坏话，让我不认他们。结果我舅舅说，对，是我教的。蓉蓉，以后路上碰见熟人，你想喊就喊，对那些黑心烂肺的老人不用理会。从那以后，我在路上碰见也不喊他们了。所以爷爷奶奶对我越发不待见。15，姑妈倒是嘴甜，她每次路上碰见我，都一脸同情地说，蓉蓉真可怜啊，爹不疼娘不爱的。不过我连她家的水都没有喝过一口。以前因为她没有打骂过我，我对她也没有怨恨。这次她伙同我爸妈，差点弄掉我的孩子，我也讨厌她了。这时我老公发话了，你们虐待蓉蓉的时候，不把她当人看待，她父亲打她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一个人为她出头。现在她为了自身的安全报警，你们就道德绑架，逼她原谅，还真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长辈。众人转移火力，一起辱骂我老公。我大怒，抓起枕头砸过去，滚！我老公把他们推了出去。次日一早，我婆婆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聊到我爸妈对我做的事，她也很气愤，问你报警把你爸爸抓了。我寻思，婆婆是不是也认为我大逆不道？她说你爸爸这么对你，让他坐几年牢也不过分。但是我公公婆婆都是体制内的人，我公公和我老公又都当过兵，所以我婆婆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后也能考公、考干和参军。如果我爸爸留下案底，必然会影响到我的孩子走这条路，所以婆婆希望我原谅我爸。我老公也知道这是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很大，但他心疼我被自己爸妈欺负，非要给我爸一个教训。他说我儿子以后可以不考公、考干，但那个恶人必须受到惩罚。对于一个又红又专的家庭来说，孙辈不能进入体制内，我婆婆很难受。这件事抉择权在我手里，但我明白婆婆是为我的孩子考虑，我有什么理由固执己见？我也犯不着为了一个混蛋父亲断送我孩子的前途。我开口说，妈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伤得不重，他最多就是拘留几天，对他没什么影响，我现在就去派出所。挂断电话，我冷笑了一声，要惩罚他，不一定非得要让他被拘留。我说服了我老公，他陪着我去派出所签了谅解书。第二天我出了院，老公载我回去拿我的包和手机。到了村上，我让老公先开到村长家，我要拿一个东西。我们一到家，我妈就迎出来说，蓉蓉，你爸回来了，说你原谅他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女儿不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我冷冷地说，我本来就不是，你们才是。这丫头就爱开玩笑，这是我女婿是吧？进来坐，我们聊聊婚事。我说我的婚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结婚通知谁了？我好笑，我去民政局领了证就行了，凭什么通知你们？我高考前他俩先后失踪，电话再也没打通过。高考结束后，我的伤口发炎，导致我发高烧，大病一场，差点就死掉了。我报警找他俩都没有消息，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给舅母打电话，是他赶来把我带到医院治好的。现在我妈来质问我结婚为什么不通知他们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我妈装不下去了，说我不管你们领没领证，在我们乡下要举行婚礼才算结了婚。郭靖说我们自然要举行婚礼。那好，我妈狮子大开口，彩礼50万，另外你必须在城里给我们买一套房子养老。这婚事我就同意。我笑起来，我们的婚事国家都同意了，还轮得到你不同意？彩礼房子你们想都别想。我爸冲出来指着我骂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给我滚，老子就当没生你没养你。我说你们本来也没养我，另外该滚的是你们，因为这房子是在我名下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名下？我拿出房产证打开让他们看清楚上面的名字，我是房主。我又打开户口本，我也是户主，我的户口本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你们跟我早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我妈呆住了，问你什么时候分的户？我满20岁就分了。我爸吼道，我是户主，我没同意。我打断他，我20岁那年你是失踪人口，不需要你同意。我妈又问，房产证上为什么会是你的名字？因为这房子是我老公给我修的。你们有房子吗？我爸跟我妈结婚的时候，爷爷奶奶给他们分了3间土墙房子，他俩好吃懒做，10多年前别人都修起了楼房，只有我们家还是土墙房子。我8岁，他们离婚不见了人影，9年后回来复婚，房子多年没有维修过，早就被雨淋垮了。所以当时我妈说给我一个家，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家。伯伯修了楼房后，3间旧平房没有拆，借给我们暂住，我们算临时有了一个家，但只住了1年。我高考前他俩双双失踪，高考后我一个人住在伯伯的房子里，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，我奶奶上门来赶我，说我害得瘟疫，怕我把病毒留在房子里，她逼我马上搬走，他们要消毒。舅母收留了无处可去的我，那个暑假我又被姥爷姥姥咒骂，还连累舅母也挨骂。舅母也生了女儿，我姥姥本来还希望舅母2胎生个儿子，而舅舅又遇难了。姥姥传宗接代的愿望落空，对舅母和表妹很嫌弃。我去了，他们直接把火力对准我，3天2头骂我是扫把星，克死了我舅舅。我白天到工地上搬砖挣学费和生活费，晚上回舅母家睡觉，一直忍耐到进入大学，才算摆脱了姥姥的骂声。大2那年，我们这里闹水灾，很多人的房子受损。灾情过后，村长给我打电话说修房子可以无息贷款，5年后还，问我家修不修。我做梦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家，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可是我连爸妈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怎么修？村长说你那爸妈不靠谱，你给你自己修一套房子吧，你可以独立分户，还可以在房产证上直接写你的名字。听起来是不错，但修房子的钱从哪里来？
再说，我想着我大学毕业后要在城里找工作，以后攒钱在城里买房子，乡下就没有必要修了。我的男朋友郭靖知道后说，乡下可以修一套房子，我们休假的时候回乡下住，空气清新。这笔钱我来出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聘礼。他不仅出钱，还亲自到乡下帮忙监工修造。别人以为他是包工头，没有想到他是我的男朋友。房子修好了，装修完了，连家具都买齐了。我计划把房子晾2年，等我大学毕业就回来住。但我大3的时候却接到舅母的电话，说我爸妈回来了，他们直接撬了门锁，搬进去住了。我很生气，房子是郭靖花钱修的，他们凭什么招呼都不打，搬进来住？再想到他们那些年对我的不负责任，我也不想和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决定把他们赶出去。但我当时还在上学，没有精力管他们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又忙着找工作，新入职压力大，经常加班，也没有精力回来处理这事。上了2个月的班，我舅舅的忌日到了，我回来祭拜舅舅，顺便想跟父母说明房子的事，让他们搬出去。可没想到他们生了个儿子，竟然各种算计我，想把我赶走，还差点害了我的孩子。闹成这样，我也不用跟他们好好商量了，直接赶走吧。房子修好以后，我就请村长帮我办了房产证，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拿，今天才拿到手。虽然我有房产证，他们还是不甘心走，各种吵闹撒泼。我老公把他们轰出去，把大门换成了电子门，只有我和我老公可以进去。我爸妈带着他们的宝贝儿子又搬到伯伯的旧房子去了。我和郭靖回到了城里，我们的婚礼一切从简，没有大操大办，只请了亲朋好友。乡下我只请了舅母和表妹，其他的人都没有通知。2个月后，我接到表姐的电话，她说：“蓉蓉，我走了。”我吃惊地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我嫁人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原来姑妈的亲家母被医院查出还有收受红包、索贿受贿的行为，被开除出了医院，还取消了行医资格证。她想自己开个诊所都不行了。她说是我姑妈害了她，跟姑妈吵得天翻地覆。她女儿为她说话，表哥为姑妈说话，小两口也翻了脸，吵得很厉害。表嫂一气之下跑去医院，把6个月大的孩子引了产。引下来发现是个儿子，姑妈姑父气得差点昏倒，骂表嫂狠毒。姑妈和她亲家母越发骂得难听。表嫂跟表哥的感情也彻底破裂，离了婚。表哥伤透了心，离家出走了。姑妈以泪洗面，拿表姐出气。表姐也受不了了，跟一个男人走了。据说我是他们嘴里的灾星，因为是我让他们这一家散了。明明是他们重男轻女的报应，怎么能怪我呢？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女儿回去祭拜舅舅，发现舅母家的房子塌了一半，成了危房。我赶紧把她和表妹接到我那幢房子里，让他们放心住。舅舅曾经给了我一片天，保护了我那么多年，我也要保护舅母和表妹，替舅舅守护他们。不料我妈知道了，上门骂舅母：“我养的人，凭什么你享他的福？凭什么？”我告诉她，因为我是舅舅养大的，舅母也照顾过我，他们就该享我的福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你们有今天是你们的报应。我妈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生了你，你就得赡养我。”我笑笑，我没说不赡养你呀。拿钱来，她把手伸向我，100万赡养费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我爸妈都是贪玩的人，不种庄稼，爱打麻将，赢了钱就买肉吃，改善伙食，输了就借钱或者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我弟弟有我爷爷奶奶心疼，也挺照顾，时不时给他们送点粮食，但不会给钱。我妈觉得我大学毕业了，能挣钱了，想把我当摇钱树。我说现在没有，等你满了60岁，去法院起诉，法院判我给多少生活费，300也好，500也罢，我都给。300、500，你婆家那么有钱，你就给我几百块钱赡养费。我说我婆家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只有我对你们有赡养义务。等你们到60岁的时候，我有工作，可以给你们拿500、600，如果我没有工作，只能给你们拿100、200。别指望着我的赡养费发财。我妈哑口无言，但后来她还是3番5次的找我舅母的麻烦。我老公说，干脆把房子过户给你舅母吧，他们腰杆硬一点，就不怕你妈吵闹了。我早有这个想法，但这房子是郭靖花钱修的，我不好说。现在他提出来，我就同意了。但舅母不肯要，他说你舅舅生前就跟我说过，要把你当亲生女儿照顾，照顾自己孩子，哪里还要回报？我跟郭靖好说歹说，舅母松了口，说我不能白要，可以买下。为了不让舅母有思想压力，我们同意了。舅母的房产证办下来以后，我故意拿在手里，跟舅母手挽手在村里走。只要有人跟我打招呼，苏蓉回来啦，我就回答是啊，我回来卖房子。房子卖了，以后不回来了。要啊，房子卖给我舅母了，以后舅母家就是我娘家，我要常回来看看。我妈很快知道了，一群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。我出来，我妈问苏蓉，你把房子卖了？卖了。卖了多少钱？跟你无关，把卖房子的钱拿出来。我爸吼道，我们给你弟弟修房子。我好笑，这房子修的时候你们没有出1分钱1分力，现在卖房子了，跑来向我要钱，你们哪里来的脸？我爷爷也吼道，你弟弟马上就要上学了，你这个当姐姐的不应该扶持他吗？我凭什么扶持他？他爹妈不都还活得好好的吗？就算他爹妈没了，还有你们当爷爷奶奶的，当伯伯姑妈的，你们和他都有血缘关系，都有扶持的义务。姑妈说，我们凭什么扶持？他是你的亲弟弟。我妈也说，反正我把话撂在这里，你要么把卖房子的钱拿出来，在这里给你弟弟修一幢房子，要么就去城里给他买一套。他最后这句话把所有人都提醒了。对，不要他的钱，让他在城里给他弟弟买房子。城里的教育水平高，让他把弟弟接到城里去读书。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如果能在城里读书，将来一定比他姐姐有出息。就是苏蓉，你这个当姐姐的，既然在城里生活，照顾你弟弟读书也是应该的。谁生的谁养？我好笑地说，她是你们苏家的种，我这个嫁出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，怎么轮得到我照顾她？砰砰砰！大家正在吵吵闹闹的时候，我突然听见敲打声。
抬头一看，我那个5岁的弟弟拿着石头正在狠狠砸我的车，把引擎盖都砸化了。我大怒，跑过去将他一把拉开。你干什么？我爷爷奶奶马上冲过来推搡我，我凶他干什么？他只是个孩子。那孩子见有人撑腰往我身上吐唾沫，还骂我你是个贱人。我气得扬起巴掌，谁教你骂人的？我爷爷奶奶说的，说你是个小贱人。他不是我打的，是我女儿。他打完吼道，不许你骂我妈妈。那男孩脸上挨了一巴掌，恼羞成怒，冲过来打我女儿，没有一个大人拦着。他爷爷奶奶还怂恿他打幺儿，狠狠打。我也没有拦着。我弟扑到面前，我女儿又是一巴掌，再灵巧地将身子一转，到了他后面，冲他屁股踢了一脚。我弟摔趴下了，哇的大哭起来。我女儿从2岁开始，他爸爸就教她基本功，现在4岁，虽然力气不是很大，但是很灵活，跟同龄的小孩子打架，他是不会吃亏的。不过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，苏家的人全部吼起来。我那爷爷奶奶更是紧张，慌忙抱起我弟，检查他身上的伤，看见他的2只手掌擦伤了，又急又气，大声骂我。我妈也骂，苏荣，你不在城里给你弟买一套学区房，我跟你没完。这下都乱哄哄的，恨不能逼我马上给他们拿几百万。怎么啦？人群外有人问苏二娃怎么哭了。我抬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，李有田，就是我22岁的那天晚上，我妈把他弄到我房间来的那个男人。我爷爷奶奶马上让他当个证人，一起控诉，说我怂恿我女儿打了他们的宝贝孙子。李有田看着我说，原来苏荣这么野蛮啊，当初我幸好没有娶你。我看看他，又看看我弟，说李有田，你跟我弟长这么像，你是他的亲生父亲吧？所有人都呆住了。我妈脸色大变，冲过来打我，死妮子瞎说什么？我抓住她的手推开，我有没有瞎说？你看看我弟不就知道了。2个人都是他鼻子、小眼睛、短脖子，丑成了一个模样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2张脸上，表情变幻莫测。我其实很奇怪，我弟跟李有田长这么像，苏家怎么会没有人发现？我爸突然暴怒了，冲过去打李有田，你个狗东西，竟然给老子戴绿帽子！2个男人很快打成了一团。我不想让女儿看到这样的场面，跟舅母一起把她带进屋里。我让她看动画片，我站在窗口看着外面。我爸50多岁了，体虚，李有田才30多岁，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所以没几下，我爸就被李有田按在下面，一拳一拳地冲我爸脸上砸。苏家的人自然要帮我爸，我伯伯和姑父冲过去把李有田拽下来。3个男人打李有田一个人，自然占了上风。李有田被打得抱头鼠窜，逃走了。我爸回头又打我妈，我妈就不是他的对手了，被打得惨叫，连声喊救命。苏家没人管，还指着我妈骂他水性杨花，活该挨揍。李有田又来了，举着一把铁锹，狠狠拍在我爸背上。我爸疼得大叫一声，转身往李有田面前冲。李有田又是一铁锹砸在我爸头上，他一头栽倒。我伯伯和姑父大惊，上前抢铁锹，结果他们都挨上了。伯伯的背上被砸了一锹，姑父的腿上砍了一锹。我给村长打了电话，乡下报警，路途遥远，派出所的警察要很久才能到，给村长打电话来得快一些。俗话说，县官不如县管，当地老百姓还是比较听村长的话。村长带了几个小伙子赶来，一边控制住李有田，一边报警。他又找村上的医生来帮忙处理伤员，也给镇卫生院打了电话。3个男人不断嗷嗷叫，尤其是我爸，他的呻吟声最大。但此刻我想到的却是我小时候他对我的报答。那时候他不许我哭，不许我喊，原来他也会疼，他疼的时候也会喊叫。一阵手忙脚乱以后，3个伤者被送往医院，李有田被抓。慢慢的，其他人都走了，爷爷奶奶也转身走。我弟喊爷爷奶奶等等我，之前对他特别宠溺的2个老人连头都不回。我伯伯也只生了2个女儿，苏二娃是他们眼里苏家的唯一传人。现在得知他根本不是苏家的哥，2个老人仿佛老了10岁。我妈拉住弟弟，向我站立的窗口喊：苏荣，你把这个家弄得家破人亡，高兴了？我高兴吗？不觉得，但我也不难过。我出来说，这是你自己惹的祸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惹我，我疯起来六亲不认。他愤怒地指着我诅咒：你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你心肠这么歹毒，会遭报应的。我淡淡地说：你们做了多少违背良心的事，心里没数吗？如果诅咒有用的话，你们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他愤怒地问：我做了什么违背良心的事？你真要我说出来？我说，在我之后，你生了4个还是5个女儿，他们在哪里？我妈的脸色又大变了。我冷笑：你们这些年不种地，不上班，哪里来的钱逍遥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恶事情。他颤抖着嘴唇问：你怎么知道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18岁那年，高考前，我妈失踪，我爸喝醉了酒打我。我被他打得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听见他喊着我妈的名字骂，生了4、5个都是赔钱货，这种女人有什么用？我因此怀疑我妈还生了几个妹妹。我妈说，那都是你爸干的。我每次生下来还在医院里昏睡的时候，他就把孩子抱走了。这话我不知道是真是假。顿了顿，我又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报警吗？因为我觉得那些女孩不管跟着谁都比跟着你们好。如果警方把她们找回来交给你俩抚养，她们可能连命都没了。我不报警的主要原因是我没有证据，警方就算把她们抓了，她们矢口否认也没有办法。她们以前待过的地方不下数10个城市，要到那些地方去找几个无名无姓的小孩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而且我也真心希望他们的养父母比我这2个亲生父母更爱他们。我说，坏事做多了一定会有报应的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妈，你好自为之。后来我听舅母说，我爸在医院抢救了很久，最后医生宣布他脑死亡了，就算救活了也是植物人。于是我妈和苏家所有人一致同意放弃治疗。据我奶奶说，拔掉氧气罩的时候，我爸的眼泪直流。
他说他舍不得死呀，他不想死呀。可是他不死又能怎么办？他站不起来，又不能干活，我们也不能一直养着他。伯伯的肋骨被砸断了3根，姑父的腿断了，2人都在医院住着。李有田被判处死刑，他是孤儿，没有家，小时候是跟着他叔叔生活的，也吃了一些苦头。成年后他在外面打工，赚的钱基本上都被我妈哄骗着花了，所以我伯伯跟姑父也要不到什么赔偿。当然，李有田的无精症也是假的，是我妈骗我爸的。他想哄骗着我嫁给李有田，为他提供便利，但我没有上当。不久，我爸成了一盒灰，下葬了。李有田被枪毙了，我妈被伯伯赶了出来，他的儿子回到娘家，跟我姥姥姥爷一起生活。姥姥姥爷脾气不好，3天2头就骂我妈，骂她丢人现眼，带个私生子更丢人现眼。我妈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之前姥姥姥爷有什么事总是找我舅母，觉得我舅舅娶了我舅母，我舅母就应该给他们养老。现在他们什么事情都找我妈，我舅母倒是解放了。后来我舅母再婚，嫁给了舅舅的战友，他们一起去看我舅舅的时候，我想舅舅应该也是开心的。番外，我高考后每天在工地上干活，挣学费和生活费，又脏又累。有一天我收工回到姥姥家，一个陌生男人看着我问，这就是苏荣？舅母说，是啊，这就是苏荣，他要跟我握手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蓉蓉。我慌忙把手背在身后，我的手很脏。他笑笑，没事。舅母说，蓉蓉，这是你舅舅的战友，叫郭进。郭大哥，我叫了一声。我对舅舅的战友都有一种亲切感，我永远忘不了舅舅退伍回来的时候穿的那身绿军装带给我的激动。舅舅过世以后，每次他的战友来看他，我都觉得好像舅舅又活过来了。我进屋洗头洗澡，姥姥抱怨每天洗，又浪费水又浪费电。我假装听不见，在工地上干一天活，怎么可能不洗澡？第二天我天不亮就起来，匆匆忙忙往工地上跑。郭进跟来问，蓉蓉，你不去工地行吗？我有事要跟你谈。我说，晚上谈行吗？一天有100多块钱的工钱，我实在舍不得。他说，那我们边走边谈吧。这是你舅舅当初给我寄的一封信，你看看。我接过来，是舅舅的笔记。信里的内容很简单，小郭，我有个外甥女叫苏荣，现在16岁了，她非常懂事、可爱、善良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可靠的小伙子，希望你能照顾她一辈子。当然，我说的不是现在，如果你愿意，等她18岁以后，你再去找她。看完信，我又激动又害羞。我没想到舅舅那么早就在为我物色男朋友了。郭进说，今年我退伍，你刚好也满了18岁了，我就来践行诺言。但我没想到你舅舅已经……我心里涌起难过。舅舅走1年了，我每次想到他就想哭。郭进也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现在28岁，当兵10年，无不良嗜好。我家在，他比我大10岁，比舅舅小3岁。我倒不在乎他的年龄，说，你以前都没见过我。他说，你舅舅是我的老班长，我非常信任他。他说你很好，我相信你一定很好，但你对我还不了解，我们可以先相处一下试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郭进相信舅舅，所以相信我。我也一样，因为我相信舅舅，所以我也相信他。我答应跟他试一试。他马上拉住我，那就不去工地了吧？就算我们不能成为恋人，我也会替你舅舅照顾你。你可以把我叫叔叔，不叫叔叔，太老了，叫大哥吧。我扑哧笑出声来，他也笑了，说，你上大学的学费我给你提供，如果你愿意嫁给我，那就是我给自己媳妇花钱；如果你不愿意嫁给我，那就算是我借给你的，等你以后赚了钱再还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当然同意，因为我暑假打工2个月，根本赚不够学费。我本来想的是等开学以后申请助学贷款，但是听说办理助学贷款还要父母签字，我那父母根本找不到，我很担心我到时候上不了大学。郭进肯帮我，我就少了许多麻烦。就这样，在郭进的资助下，我顺利进入了大学。他每个月还要给我提供生活费，我拒绝了。我想早点锻炼自己，所以我找了很多兼职赚取生活费。他经常来学校看我，带我出去吃饭，改善伙食，觉得我需要什么他都给我买。其实我之前很惧怕恋爱，惧怕结婚，我父母的婚姻让我对结婚这种事感到恐惧和绝望。我也害怕我会像他们一样对孩子不负责任。郭进慢慢打消了我的顾虑，2年的相处让我认定了他是可以陪伴我一生的人，所以我刚满20岁就跟他领了证。那时候我们的房子也刚好完工，算是双喜临门。因为当时我还在上学，我们没有公开婚事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和郭进正式同居，不久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我很担心，问他想要儿子还是想要女儿。他回答，儿女都一样。我说，你们家这么大的产业，不希望生个儿子继承吗？女儿继承不也一样？你没见有很多富豪不生儿女，死后做慈善捐赠出去。我说，为什么我爸妈那么穷，还一心想生儿子？他想了想，说，格局小吧。女儿已经几岁了，郭进是女儿奴，但也没有冷落我。我觉得我的幸福都是舅舅给我的，舅舅提前为我安排好了我的后半生。我和表妹也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。亲爱的舅舅，您可以含笑9全吧。每日更新好看的高质量女频完结爽文，全文完。